继解放军创纪录出动28架次军机战巡台海之后，时隔一天，解放军再度出动7架次战机，在台湾附近空域日常打卡。而这一次引起岛内关注的，并非解放军目前最先进的战机，而是4架次歼七战机。周二当天，共计28架次解放军军机绕台飞行，运8反潜机、轰6、空警500、歼16、歼11齐上阵，从规模上刷新4月12日的25架次纪录。仅2天后的周4上午，再有7架次解放军战机进入台方所谓西南空域，包括1架次运8远程电子干扰机、2架次歼16战机和4架次歼7战机。这一次的演练，它的重点就是说，在我们运8远程干扰机这样的一种支援下然后歼16和歼7这种空中作战力量进行空中打击和对海对陆打击的问题。因为这个运8干扰机呢，它可以对敌方的这个指挥通信系统、对它的防空系统进行电子干扰，所以它是一个在现代电子干扰战背景下的一种体系作战的形式。目前，解放军战机绕台飞行已成常态化，各机型轮流上阵。最早的主力以轰6K 和运8、运9系列的特种作战飞机为主，随后又以空警500、空警2000在内的预警机领衔。歼10、歼11、歼16等国产3代战机也开始加入到绕台行列。而这一次，服役已有数十年的歼7战机首次出现在绕台行列，成为岛内媒体讨论的话题。歼7战机是解放军于上世纪60年代参考苏制米格21发展而来的，曾以低廉的价格、方便的维护保养和较小的技术风险而大量列装。其技战术性能主打高空高速，最大升限18000米，最大飞行速度超过2马赫，与歼6战机在国土防空作战中立下汗马功劳，还创下多次击落无人机的战例。歼7已于2006年停产，但时至今日，解放军中还装备着相当数量的该系列飞机，为保障日常战备执勤和维持飞行员队伍做出贡献。歼7的最新改进型号为歼7 MF， 低空机动性能大为增强，换装了更新型号的火控雷达，获得完善的空地作战能力。换装的涡喷13系列发动机的推力进一步提升，作战航程增大了1倍，达到2000公里。歼7战机虽然服役时间长，但在预警机等体系支撑下，依旧能发挥出不俗的战力，这是一个战术应用问题。另外，一代战机有一代战机各自的特性，歼7在某些局部性能上依然有其独到的优势。比如，结合解放军后续进行的一系列现代化升级，歼7战机本身就具备使用霹雳8近距格斗弹的能力，在空中预警机的指挥引导下，制空作战中，歼7战机可以凭借其高空高速和近距机动灵活的优势，快速缩短交战距离，进入到近距狗斗阶段，仍具有一定优势。我们也知道歼7它是一个老旧的机型它的造价也比较低，它的飞行和维护的成本也比较低。那么我们用这样一种性价比或者说这个总体价格比较低廉的这样的一种战机起飞来绕台飞行，实际上对台军的作战力量是一种牵制的作用。实际上在我们的整个的空中作战力量体系当中目前是已经形成了这个3代、4代机和这个2代机搭配。对于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军事行动，国防部已多次回应称，解放军在台海地区组织实兵演练，展现的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如果台独分裂势力胆敢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解放军必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予以挫败。值得注意的是，美方与蔡当局近来频频勾连。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日前不断鼓吹美国有能力保卫台湾后，美海军周二证实，里根号航母已进入南海，按照计划将执行海上打击演习、地面和空中单位之间的协同战术训练等海上安全任务。美国国会众议院的2党议员还将于本周提出所谓《台湾和平与稳定法案》，声称为台湾提供外事
治、经济和物理空间上支持的措施。美国众议院外交会的亚洲小组委员会领导人阿米贝拉同时强调，美国不应该向北京发出所谓支持台独的信号。周四，民进党当局发布消息称，与美国的军售合同已经完成签署，进入履行阶段，涉及金额约合113亿元人民币。这笔军售并非新订单，是特朗普时期所达成的协议，由2部分组成，包括11套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和64枚岸基鱼叉导弹。分析指出，这2款武器虽然先进，但是价格十分昂贵，因此台军仅做少量买入，根本不足以构成威胁。此外，本月6号，美国3名联邦参议员乘坐军机窜访台湾，而在上月底，4架台空军的 F-16战机秘密飞往美国执行训练任务。据悉，这几架战机的涂装被刻意涂掉，且隐秘地选择在凌晨时间起飞，让外界增添不少的想象空间。分析认为，台海局势的演变一再证明，美台勾连的力道有多大，大陆遏制的措施就有多强，绝不会让美方以台制华的图谋得逞。